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！又嘚啵什么呢？奴才是说伴君真幸福啊！把这事儿明天就给朕办好了。明儿太后不吃饭了，懂吗？和珅又被纪晓岚给坑了。原本他从老纪那骗来了一只会说太后吉祥的鸟，想以此博得甄嬛的芳心，好让乾隆将四库馆总管官职位赏赐给自己。谁知乾隆却以纪晓岚找回燕岗为由，让其官复原职，而太后也在一旁添乱，非要将小月许配给颜如玉。纪晓岚更是推波助澜，夸赞太后这没做的可真好，将和珅献鸟的事情搅得乱七八糟。这事儿啊，越早操办越好。乾隆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将事情推给和珅。可纪晓岚却告诉颜如玉，如果想救出天牢之内的代瞻，就必须答应这门婚事。颜如玉听后好像明白了什么，随后在跟和珅私下沟通时，颜如玉就以释放代瞻为条件，答应从此远离京城，再也不会踏进皇宫半步。和珅安排好一切后，就点了一出《西厢记》，请乾隆跟太后欣赏。君臣两人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，希望太后收回这门亲事。小月挺可爱的，小月这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筐啊！那小马是才高八斗，小月不满一生啊。乾隆跟和珅一唱一和的，把小月贬低的一无是处。太后听后是勃然大怒，当即愤然离去。你可真会点戏呀，点出《西厢记》来教训我。幸亏那只鸟在关键时刻说了一句太后吉祥，这才让和珅躲过了一劫。太后吉祥，你也吉祥，但愿我也能够吉祥。而颜如玉由于在宫中跟乾隆同吃同睡了几个星期，也渐渐的日久生情，心里是万分的不舍。在离去前一晚，特意来到寝宫，想跟乾隆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。无奈对方却在批阅奏折时睡着了，颜如玉只好替乾隆盖好被子。他前脚刚走，乾隆后脚就追了出去，可是在半道上却被和珅给拦了下来。和珅担心皇上越陷越深，终于说出了颜如玉就是颜姬的女儿。可是没想到乾隆早就知道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皇上不能把她留在身边的。和珅呐，朕就喜欢这样的女人呐，激刚又烈，有情有义。后宫佳丽3000，哪一个比得上颜如玉呀？和珅请求乾隆成全了颜如玉的这份心思，既然人已经走了，皇上就不要再想着她了。乾隆突然反问和珅：“你真正的爱过一个女人吗？”你什么都不懂啊！而颜如玉离开皇宫后就直奔天牢，想让代瞻跟他一起远走高飞，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可代瞻这个不解风情的书呆子非要留下来修四库全书，这让屏幕前的小编恨不得取而代之。颜如玉愤怒的离开后，刚好碰到了和大人，原来和珅放心不下，所以一直暗中跟踪，非要亲自把颜如玉送走。没多久，两人就来到了码头。颜如玉告诉和珅，自己有很多机会刺杀乾隆，可每当看到他在床上批阅奏章时，就不忍心下手了。治理国家哪像纪晓岚想的那么容易？宽严紧松，分寸拿捏，牵一发而动全国。和珅也说出了皇上其实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。颜如玉对此十分敬佩，当场放下了心中的仇恨。人人都说何大人是贪官，可如玉今日才知道，何大人才是大清朝的顶梁柱。和珅听后非常欣慰，因为终于有人能明白自己了，当即告诉如玉，自己已经把船钱付好了，船夫会载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不要告诉我你要去哪儿，我不知道，皇上也就不会知道。颜如玉上船后本想让船夫下江南，可是没想到竟在对方腰间看到了金烟杆。而太后得知颜如玉走后大发雷霆，用不吃饭来逼迫皇上将如玉给找回来。额娘可是小马辞职了，他已经走到天边，你得给我找回来。乾隆对此十分无奈，只好把气全撒在了何胖子身上。这事儿不是你惹起来的吧？这怎么能怪奴才呢？皇上，你给我找回来！连他自个儿他都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奴才怎么会知道？乾隆告诉和珅，如果找不回颜如玉，就回家抱孩子去吧。和珅听后感到非常委屈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！又嘚啵什么呢？奴才是说伴君真幸福啊！把这事儿明天就给朕办好了。明儿委屈巴巴的何胖子只好找到纪晓岚，希望对方帮忙想个解决办法。而老纪却趁机逗他玩：“你多派些人，驾着快船沿河去找，你准能找着他。这还用你教啊？我早就是这么做的，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找到如玉。”和珅也突然想明白了，知道老纪是要提条件，便让他随便开价。纪晓岚也不废话，只是要求代瞻回四库馆修书。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和珅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。随后他就火急火燎地拉着老纪进宫去见太后。纪晓岚对付老太婆果然有一手，他先是夸赞太后绝食这一招实在是太妙了，接着表示这件事不能全怪皇上，要怪就怪和珅。和珅送鸟是一片孝心呐，送来了一只鸟，可爱，可是送走了马。可恶！看到太后气消了，纪晓岚这才说出和珅送走颜如玉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等你见到如玉后一问便知。不过在去之前需要先填饱肚子。太后听后立马用起了御膳，和珅这时也有胆子出来面见太后了。三人陪着老太太吃完后，纪晓岚就邀请他们去戏园子看戏。可是令和珅没想到的是，这场戏会令他受尽侮辱。